光速每秒约30万公里，1秒钟可以绕地球跑7圈半。这是宇宙给所有东西设下的速度上限，不是建议，是铁律，不是目前已知最快，是物理定律允许的极限。任何有质量的东西想加速到光速，需要的能量是无限大。注意，不是很大，是无限大。你把整个宇宙的能量都灌进去也不够。那光自己呢？光从太阳跑到地球需要8分钟，光从太阳跑到银河系中心需要26000年，光从银河系跑到我们最近的深空邻居仙女座星系需要整整250万年。250万年是什么概念？250万年前，智人连影子都没有。我们的祖先南方古猿还在东非大草原上小心翼翼地直立行走，脑容量只有现代人的1/3。从那时到现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智能手机，大约5000年，506个5000年叠在一起，才够光跑一趟仙女座。你可以把人类文明的全部历史重复600遍，光才刚刚到仙女座门口。而且这600遍里，每一遍都要从石头工具重新开始，走完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工业革命、信息时代，然后再来一遍，600遍，光才到。这不是说目前技术不够，这是说就算你有光速飞船，也得飞250万年。而且请注意，光速是不可能达到的，不是很难达到，是物理上不可能。任何有质量的物体，速度越快，相对论质量越大。到了光速，质量变成无穷大，你需要无穷大的能量继续加速。全宇宙的能量加起来也不是无穷大。所以光速不是一堵墙，是一个渐进线，你只能无限接近，永远到不了。光子能以光速运动，是因为它的静止质量为0。你不是光子，你有质量，所以你注定不能光速飞行。你最多能到光速的99.9999%，再多一个小数位，需要的能量就翻倍。这不是技术问题，是数学问题。而且仙女座还是离我们最近的大型星系，你嫌远，换个近的。行，大麦哲伦星系环绕银河系运转的一个小卫星星系，距离约16万光年，光速飞过去也要16万年。16万年前，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刚刚在非洲出现，还没走出非洲大陆。换句话说，光速飞到大麦哲伦星系的时间，比整个人类物种存在的时间还长。而且你得注意，这是光速，人类的实际速度呢？旅行者1号1977年发射，飞了快50年，目前距离地球约240亿公里，速度每秒17公里，听着挺快。光速是每秒30万公里，旅行者1号的速度只有光速的5/7，它飞了50年，连1光日的距离都还没到。预计要到2026年11月，它才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距地球1光日的人造物体。50年飞了1光日，而1光年是365光日。帕克太阳探测器倒是快得多，2024年12月创造的人类最快速度记录，每秒192公里。但这个速度是靠太阳引力加速得来的，它是在往太阳俯冲，不是往外飞。往外飞的飞船没有这个浮力，而且就算你能用这个速度直线飞行，飞到仙女座也需要约40亿年。
40亿年是什么概念？地球从诞生到现在大约45亿年。你坐着一艘人类最快的飞船出发，飞到仙女座的时间，跟地球从一团星辰演化成今天这个过程差不多长。说不定你到了仙女座的时候，出发时的地球已经变成了另一个样子，大陆漂移，把现在的大陆全打碎了，重新拼了一遍。所以你看到了，问题不是我们技术还不够好，问题是宇宙的尺度本身就把飞往另一个星系这件事变成了一个荒谬的命题。光速是宇宙的法律，而宇宙的尺度让这道法律变成了绝望的判决。但更绝望的还在后面，宇宙不仅仅是大，它还在变大，而且变大的速度比你想象的要凶残得多。你可能听说过宇宙膨胀这个词。爱因斯坦当年发现广义相对论的时候，他的方程告诉他，宇宙要么在膨胀，要么在收缩。爱因斯坦觉得这不对劲，在他的方程里加了一个宇宙常数，硬把宇宙摁住不让它动。后来哈勃通过望远镜观测发现，远处的星系都在远离我们，而且越远的跑得越快。爱因斯坦这才意识到自己错得有多离谱，把那个宇宙常数称为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宇宙膨胀是什么意思？不是星系在空间中飞行，而是空间本身在拉伸。想象一个气球，上面画了2个点，你吹气球，2个点之间的距离变大了，但这2个点本身没有在气球表面移动，是气球变大了。宇宙也一样，星系本身没动，是星系之间的空间在膨胀。关键来了，空间膨胀的速度跟距离成正比，这个比例叫做哈勃常数，大约是每100万光年每秒70公里。意思是2个星系之间每隔100万光年，它们之间空间膨胀的速度就增加每秒70公里。距离100万光年，膨胀速度每秒70公里；距离1000万光年，膨胀速度每秒700公里；距离100亿光年，膨胀速度每秒70万公里，已经超过光速了。等等，超过光速，不是说光速是宇宙速度上限吗？这里有个很多人搞混的地方。相对论说，任何物体在空间中的运动速度不能超过光速，但空间本身的膨胀速度不受这个限制。爱因斯坦管的是在空间里跑的东西，不管空间自己怎么拉伸，所以空间膨胀超光速不违反相对论。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超过某个距离的星系，它们发出的光永远到不了我们这里，因为光在往我们跑，但光脚下的空间在以更快的速度被拉开。光就像在跑步机上往回跑的人，跑得再快也到不了终点。你想象一下，你在一条自动步道上走，步道在往后退，而且退的速度比你走的速度快。你看起来在往前走，但实际上你离终点越来越远。光就是在这样的跑步机上。你想象一下，你在一条自动步道上走，步道在往后退，而且退的速度比你走的速度快。你看起来在往前走，但实际上你离终点越来越远。光就是在这样的跑步机上。这个临界距离叫做宇宙事件世界，大约160亿光年。超过这个距离的星系，不管你用什么手段，都永远无法到达。不是技术不够，是物理上不允许。哪怕你现在以光速出发，也追不上空间膨胀的速度。那些星系
就像被宇宙驱逐了一样，从我们的物理可触及范围里永远消失了。而且这不是过去时，是进行时。随着宇宙继续膨胀，越来越多的星系正在跨越这条线。每过一天，又有一些星系永远退出了我们的可触及范围。未来的人类，不管技术多发达，能触及的宇宙范围只会越来越小。现在能看到的天体，以后看不到了；现在能到的星系，以后到不了了。宇宙在主动关门，而且不是慢慢关，是加速关。1998年，2个独立的天文团队几乎同时发现，宇宙的膨胀不是在减速，而是在加速。这个发现拿了201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加速膨胀意味着关门的速度越来越快。今天跨过世界的星系比昨天多，明天比今天更多。如果暗能量真的像现在的数据暗示的那样持续增强，几千亿年后，连本星系群以外的所有星系都会从我们的天空中消失。未来的文明抬头看天，只会看到自己所在的星系周围一片漆黑。他们会以为宇宙就只有自己这一个星系，就像1000年前人类以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一样。只不过他们不是无知，是被宇宙欺骗了，而且不是慢慢关，是加速关。1998年，2个独立的天文团队几乎同时发现，宇宙的膨胀不是在减速，而是在加速。这个发现拿了201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加速膨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关门的速度越来越快。今天跨过世界的星系比昨天多，明天比今天更多，而且这个速度在增加。如果暗能量真的像现在的数据暗示的那样持续增强，几千亿年后，连本星系群以外的所有星系都会从我们的天空中消失。未来的文明抬头看天，只会看到自己所在的星系周围一片漆黑。他们会以为宇宙就只有自己这一个星系，就像1000年前人类以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一样。只不过他们不是无知，是被宇宙欺骗了。但有一个好消息，不是所有星系都在远离我们，仙女座星系就是个例外。它离我们足够近，约250万光年。在这个距离上，银河系和仙女座之间的引力战胜了宇宙膨胀。仙女座不仅没有远离，反而正在以每秒约110公里的速度朝我们飞过来。而且飞过来的结局不是擦肩而过。根据哈勃望远镜和盖亚卫星的观测数据，仙女座和银河系将在大约40到45亿年后正面相撞。2个星系各有1万亿颗恒星和1000多亿颗恒星会搅在一起，最终合并成一个巨大的椭圆星系。天文学家管这个未来的合并星系叫银河仙女座。当然，2024年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一个团队发论文说，根据最新模拟，碰撞的概率只有50%，并非板上钉钉。但传统共识仍然认为碰撞的可能性更大。我个人也站碰撞派，理由很简单，2个星系在本星系群中的横向速度，相对于它们之间的引力来说，不够大到能甩开。当然，科学是开放的，如果未来有更精确的观测数据说不会碰，那我就改口。但不管碰不碰，仙女座之所以能被我们够到，是因为它太近了，引力赢了膨胀。
而除了这种极近的邻居之外，宇宙中绝大多数星系都在被空间膨胀推离我们，远的已经永远不可触及，近的也在慢慢变远。所以你看，宇宙给你设了2道墙，第一道墙叫光速极限，让你在空间里跑不快；第2道墙叫空间膨胀，让空间本身在以超过光速的速度被拉开，远处的目的地在主动逃离你。2道墙一加，人类能去的范围就被死死锁住了。那你可能想，光速不是极限吗？有没有什么办法绕过去？相对论倒是留了一个看似巧妙的漏洞，叫时间膨胀。这个漏洞能用吗？能用，但用了之后，你会发现它不是捷径，而是一个更残忍的陷阱。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其中一个推论是，运动速度越快，时间流逝越慢。这不是错觉，是物理事实，已经在无数实验中被验证。宇宙射线中的谬子半衰期只有 2.2 微秒，按理说在到达地面之前早就衰变消失了，但实际上地面上能检测到大量谬子，因为它们已接近光速运动，时间膨胀让它们的寿命延长了几十倍。把这个效应用到飞船上就有意思了。如果你的飞船能以光速的 99.999% 飞行，洛伦兹因子大约是224，意思是飞船上过了1年，地球上过了224年，飞往仙女座，地球上等250万年。但飞船上的船员只需要经历大约11500年，11500年比250万年短多了，这不就行了？不行，11500年依然是一个让人绝望的数字。人类文明从最早的城邦到现在也就5000年，11500年意味着你的飞船需要经历2个完整的人类文明周期。这不是一个人一趟飞船的事，这是需要几百代人接力的工程。你的第一代船员出发时，可能还在用原始的工具，等他们的后代到达仙女座时，飞船上已经更迭了400多代人。第一代人的语言、文化、记忆，在第400代人眼里，可能已经是神话般的存在。就像我们现在看皇帝传说中的那些事，分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编的。你的飞船上会诞生新的神话、新的宗教、新的语言。第一代船员出发时说的中文，到了第100代，可能已经变成了一种谁也听不懂的古语，只有学者才能勉强破译。更有意思的是，飞船上的人可能到最后连自己要去仙女座这件事都忘了。也许第一代船员把目的地写在了某个神圣的文件里，但经过几百年的传抄、翻译、阐释，原文的意思早就变了。也许他们以为自己的祖先是从一个叫地球的地方逃出来的难民，仙女座是应许之地。也许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一艘飞船上，以为这个铁罐子就是整个宇宙。你说这听起来荒谬，想想人类自己，我们也曾经以为大地是平的，天空是穹顶，星星是镶嵌在天花板上的灯。这种飞船有个名字叫世代飞船，说白了就是太空版的方舟。人在里面繁衍一代又一代，生生世世都活在一个密封的铁罐子里，直到某一代后代终于看到目的地。问题来了，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能维持1万年吗？人类试过，
结果不太好看。1991年，美国在亚利桑那州搞了一个叫生物圈2号的实验，8个人进入一个1.3万平方米的密封玻璃建筑，里面模拟了热带雨林、海洋、沙漠等多种生态系统，计划自给自足生活2年。结果呢，氧气含量持续下降，二氧化碳浓度失控，昆虫大量死亡，导致授粉中断，农作物减产。8个人饿得半死，还天天吵架。2年不到，实验宣告失败。注意，这只是一个1.3万平方米的小盒子，维持了2年。你要搞一个能在太空中飞1万年的世代飞船，生态系统得多大？10万平方公里，100万平方公里。就算你造得跟地球一样大，问题也不是大小能解决的。地球的生态系统花了38亿年才稳定下来，你一个人工系统想稳定运行1万年，中间不能出任何差错。一颗螺丝松了，一种细菌失控了，一场小规模的生态崩溃就够让全船的人陪葬，更别提人的问题了。1万年的封闭环境里，几百代人生活在一个飞船上，社会结构怎么维持？基因池怎么保证不退化？叛乱怎么镇压？知识怎么传承？你想想，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文明稳定超过2000年不发生巨变。埃及人修金字塔的时候，觉得自己能永恒，现在金字塔还在，埃及人的信仰换了多少轮了？罗马帝国统治欧洲500年，最后也散了。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长的300年，短的几十年，没有一个能逃过周期率。你要在一艘飞船上维持1万年的社会稳定，这个难度比飞到仙女座本身还大。而且飞船上没有外部敌人来凝聚内部，没有新鲜资源来缓解矛盾，没有外部信息来纠正认知偏差。一个封闭系统里的社会几乎注定会走向僵化或者崩溃。热力学第2定律告诉你，封闭系统的敌只会增加，社会也一样，不跟外界交换信息和资源，只会越来越乱。而且最残忍的部分来了，就算船员们真的撑过了11500年到达仙女座，他们回头看向地球时会发现什么？地球已经过去了250万年。250万年前的地球什么样？那时候人类还在用石头打猎。250万年后的地球什么样？你猜？也许人类已经进化成了另一种生物，也许人类早就灭绝了，也许地球上根本没有人了。飞船上的船员出发时还是地球人，到达时已经是宇宙中的孤儿。他们与母星的关系彻底、永久、不可逆地断绝了。这就是双生子杨谬的文明级版本。爱因斯坦当年提出这个思想实验的时候，说的是一对双胞胎，一个坐光速飞船离开，一个留在地球。等飞船上的那个回来，他发现自己比同胞兄弟年轻了很多，但在星际旅行的尺度上，这个年轻变成了另一种东西。你不是比地球上的人年轻，你是跟地球上的一切彻底脱节了。你出发时的世界和你要回去的世界之间的差距比人和圆的差距还大。时间膨胀不是捷径，它是一张单程票。你用时间膨胀压缩了旅途，代价是把你和整个文明的历史永久切断。你不是在穿越空间，你是在穿越时间，而且是单向的。你到了仙女座，但你再也回不去了。不是技术不够回去，是回去之后
那个世界已经不是你的世界了。所以，时间膨胀这条路看似是相对论给的漏洞，实际上是宇宙设的另一个陷阱。它让你能到，但让你到了就别想回来。说真的，这不叫旅行，这叫放逐。那有没有不靠时间膨胀、不靠光速的办法？科幻电影里那些虫洞、曲率引擎，总有一个能行吧？我们来看看。先说虫洞。虫洞的正式名字叫爱因斯坦罗森桥，是1935年爱因斯坦和他的合作者罗森在研究广义相对论方程时发现的一个数学解。简单说，就是时空在极端条件下可以弯曲到把自己折叠起来，在两个遥远的点之间形成一条捷径。你可以把宇宙想象成一张纸，纸的两端各画一个点。正常情况下，你要从一个点走到另一个点，得横穿整张纸。但如果你把纸对折，让两个点挨在一起，然后在这两个点之间戳一个洞，你就可以瞬间从一端跳到另一端。这就是虫洞的基本思路。听起来很美，但问题是这个洞撑不住。广义相对论告诉你虫洞可以存在，但同时也告诉你它会瞬间坍塌。就像你在沙子里挖一个隧道，还没等你爬过去，沙子就塌回来了。要让虫洞保持开放，你需要一种东西在里面支撑，一种具有负能量密度的物质，物理学上叫奇异物质。负能量是什么？不是反物质，不是暗能量，跟日常生活中说的负能量更是八竿子打不着。它是一种能量密度为负的状态，产生的引力效应是排斥而非吸引。在量子力学里，负能量确实存在，但只存在于极其微小的尺度上。卡西米尔效应就是两块极其靠近的金属板之间会感受到一种吸引力，这是因为板子之间的真空能低于板子外面的真空能，形成了一种微弱的负能量状态。实验证实了这个效应是真的，但问题是，量子力学能给你的负能量量级小到可怜。卡西米尔效应产生的负能量，在两块间隔1微米的金属板之间，能量密度大约是10的负15次方焦耳每立方米。你要撑开一个让人能通过的虫洞，需要的负能量密度大概相当于一颗中子星的质量浓缩到一个房间大小的空间里，这中间差了不知道多少个数量级。有人说，也许某种我们还没发现的物理机制能产生宏观尺度的负能量呢？也许可以，但截至目前的物理学认知，没有已知的机制能做到这一点。而且虫洞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算你能把它撑开，任何穿过虫洞的物质都会让虫洞开始失稳坍塌，就是你一进去，虫洞就开始塌。你需要持续往里面注入负能量来维持它的开放，而你能携带的负能量远远不够。所以我的立场很明确，宏观虫洞几乎不可能存在。不是说理论上完全不允许，而是在现实物理条件下维持一个宏观虫洞，开放所需的条件远远超出了任何已知物理过程能提供的。物理学家基普索恩就是那个给星际穿越电影当科学顾问的那位，他研究了一辈子虫洞，结论也是一样的，数学上没毛病，物理上几乎不可能。说白了，虫洞就像一张画在纸上的桥，你看着它连着两边，但你真想从上面走过去的时候，纸就湿了、软了、塌了。
宇宙不给你真材实料的桥，只给你桥的方程式。再说说曲率引擎。1994年，墨西哥物理学家米格尔·阿库别瑞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了一个在广义相对论框架内数学自洽的解。简单说，就是让飞船前方的空间收缩，后方的空间膨胀，飞船被包裹在一个叫曲速泡的平直时空气泡里。飞船在气泡里没有运动，但气泡本身可以被时空的扭曲推动前进，理论上可以达到任意大的速度，甚至超光速。这个想法巧妙在哪儿？它绕过了光速限制。相对论说，有质量的东西不能在空间中超光速运动，但曲率引擎不是在空间中运动，它是让空间自己动。飞船在气泡里是静止的，是气泡外面的空间在收缩和膨胀，带着气泡往前冲，就像冲浪。冲浪板本身没有动力，是波浪推着它走。阿库别瑞的原始计算显示，维持这样一个曲速泡需要的能量，大约相当于整个宇宙的总能量。后来有人优化了模型，把能量需求降到了木星质量级别。2012年，美国航天局的物理学家哈罗德·怀特又进一步优化，把能量需求降到了旅行者1号的质量级别。听着好像越来越有希望了，但问题还是那个问题，不管能量需求降到多低，你都需要奇异物质，也就是负能量密度的物质，跟虫洞一模一样的死结。卡西米尔效应给你的那点负能量，撑一个原子大小的曲速泡都不够，更别说装下一艘飞船了。而且2024年有研究团队指出，曲速泡内部的量子效应会产生极端的霍金辐射，辐射强度可能高到直接把飞船和里面的人烤焦。这意味着，就算你能造出曲率引擎，船员也活不了。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名字叫因果律。物理学界有一个普遍的担忧，严格来说不只是担忧，而是接近共识。任何形式的超光速旅行，不管是通过虫洞、曲率引擎，还是其他什么奇怪的手段，在数学上都会为时光倒流打开大门。为什么？因为狭义相对论中的同时性是相对的，不同惯性参考系中的观察者对两件事是否同时发生的判断是不同的。如果你能超光速传递信息或物质，你就能在某些参考系中让效果先于原因发生，也就是因果倒置。最经典的例子就是祖父悖论。如果你能回到过去，在你祖父遇到你祖母之前杀了他，那你的父亲就不会出生，你也不会出生。但如果你没出生，谁回去杀的祖父？这个悖论不是逻辑游戏，它是超光速旅行在物理上可能导致的真实后果。因果律是宇宙最底层的逻辑之一。如果因果律崩溃了，物理学本身就没有意义了。原因可以晚于结果出现，信息可以在被发出之前就被接收，整个宇宙的逻辑基础就塌了。所以很多物理学家认为，宇宙之所以不允许超光速旅行，不是因为它吝啬，而是因为因果律是比光速限制更底层的东西。光速限制不是宇宙给你设的障碍，而是因果律的保镖。你要打破光速限制，就得先过因果律这一关，而因果律这一关可能是过不去的。有人可能会说，也许有我们不知道的物理学呢？也许弦理论、量子引力、高维空间里有什么新机制呢？说真的，我对此保持开放态度，但不抱太大期望。
物理学史上每一次看似打破了旧框架的发现，最后都建立了新的框架，而新框架通常比旧的更严格，不是更宽松。量子力学打破了经典物理的确定性，但它引入了不确定性原理。你想同时知道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动量，门儿都没有。相对论打破了牛顿的绝对时空，但它引入了光速极限。所以，就算未来有什么新物理学，我赌它带来的限制不会比现在的少，只会更多。这就像你拆了一堵墙，发现墙后面不是空地，是另一堵更厚的墙。物理学的每一次突破，都是把围墙往后推了一步，但没有哪次把围墙拆了。说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绝望。光速不让你快，空间膨胀不让你远，时间膨胀让你回不来。虫洞和曲率引擎需要的物质可能根本不存在。超光速旅行会打破因果律，这不就是宇宙在告诉你，你哪儿也别想去吗？是，但也不完全是。你说造物主也好，说物理定律也好，说宇宙的几何结构也好，他们确实把人类锁在了一个有限的范围内。我们的可触及宇宙大约就是一个以地球为中心半径160亿光年的球，而且这个球还在缩小。每过一天，又有一些星系永远退出我们的可触及范围。未来的人类回头看今天，会说那时候的人真幸运，还能看到那么多星系。但你想过没有，人类在短短几百年里做了什么？300年前，我们不知道光速是多少；100年前，我们不知道宇宙在膨胀；50年前，我们不知道宇宙有背景辐射；30年前，我们不知道太阳系外有行星。现在呢，我们不仅知道了宇宙的年龄是138亿年，还测量出了宇宙的几何形状是平坦的，误差小于1%。我们发现了引力波，直接拍到了黑洞的照片，用维布望远镜看到了130亿光年外的星系。这些星系的光跑了130亿年才到我们的视网膜上。光出发的时候，宇宙才几亿岁，连像样的恒星都没几个。而人类呢？人类作为一种物种，存在了大概20万年，现代科学存在了大概500年，相对论存在了120年。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理解了光速，发现了宇宙膨胀，证实了大爆炸，测量了宇宙的年龄和形状，这不是奇迹是什么？那些160亿光年外的星系，我们永远到不了，但它们发出的光一直在向我们跑来。有些光跑了130亿年，就为了在某个夜晚落进某个人的眼睛里，或者落进某个望远镜的镜片上。光到不了的地方，我们到不了，但光能到的地方，光就是我们的眼睛。来自其他星系的光一直在向我们传递信息，每一束星光里都藏着那个星系的成分、温度、运动速度、距离。我们通过分析这些光，知道了仙女座正在朝我们飞来，知道了宇宙在加速膨胀，知道了暗能量占了宇宙总量的68%，暗物质占了27%。而我们能看到的一切恒星、行星、星系尘埃加起来只占5%。你想想这个比例，你能看到的一切，你摸到的一切，你以为是全部的那个世界只占宇宙的5%，剩下的95%你完全不知道是什么。这不是科幻，这是物理学给出的真实答案。我们没去过那些地方，但我们知道那里有什么，
这不是魔法，这是物理学。物理学让光变成了我们的信使，让望远镜变成了我们的飞船。所以我说，理解即是到达。你可能永远无法亲手触摸仙女座的一颗恒星，但当你在某个夜晚抬头看到那个模糊的光斑，知道那是250万年前出发的光，知道那个星系有1万亿颗恒星，知道它正在朝我们飞来，知道40多亿年后它会和银河系搅在一起，知道那时候太阳可能已经变成了红巨星，把地球吞掉了，但你仍然知道了这些。你的大脑里装着250万光年的距离，装着138亿年的时间，装着光速、膨胀、因果律，这些宇宙最底层的规则。你的身体被困在一个半径160亿光年的球里，但你的认知已经抵达了可观测宇宙的边界，甚至穿越了边界，抵达了那些永远不可触及的领域。你用方程式算出了黑洞内部会发生什么，你用望远镜看到了130亿年前的星系长什么样，你用粒子加速器重现了宇宙大爆炸后万亿分之一秒的环境。你的身体一步都没离开地球，但你的思想走了138亿年那么远，你的精神走过的路程比光速飞船能带你走得还远。说真的，宇宙可能就是故意这么设计的，它把物理距离设得足够远，让你出不去，但它把物理定律设得足够简洁优美，让你能看懂。它不让你去，但它让你理解。这是宇宙给人类的特殊待遇，也是一种温柔的限制。你不能飞到另一个星系，但你可以知道另一个星系长什么样，由什么组成，距离多远，正在做什么。你不能穿越250万光年，但你可以用250万年前出发的光，在脑海中重建那个星系的全貌。理解即到达，知道即拥有。你的认知半径就是你真正的活动半径。宇宙没有给你翅膀，但它给了你眼睛和大脑，这可能是它给出的最好的礼物了。晚安。